欢迎回到末世过河，我是查尔斯老查。在正式开始今天这一集之前我想先解决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我自己也被问了很多年。美国到底好在哪？为什么它能长期成为世界第一的经济体？为什么全球最顶级的创新依然高度集中在这里？为什么无论你多么讨厌美国的意识形态，多么反感它的国际行为，但很多人最后还是把孩子、资产、退路全部放到美国？甚至还包括一些在公开叙事里面最反美的那些体制类人士。这可能不仅仅是一个立场问题，而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如果我们给出的答案是因为美国更民主、更自由、更文明，那老查会说我们大概率可能看错了重点。真正的答案不在价值观，而在风险管理。更准确的说，失败能不能承受，冲突会不会失控。美国真正强的地方从来不是它有没有冲突，而是他把冲突公开化、制度化和程序化了。在那套系统里面你可以失败，可以翻脸，可以被反对，甚至可以输得很难看，但大多数时候你不会突然被人间蒸发，规则也不会因为你输了赢了就临时改写。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你无论是创业者、资本还是技术人员，还是一个只想给下一代留后路的普通家庭，你都可以对最坏的情况做一个预期。而一个社会呢，只要它的最坏情况是可预期的，它对现实世界来说就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作为民主之路的第一集，美国好不好、道不道德，那就留给社会评论家去吧。我们呢，还是只做一件事，把美国的民主制度当成一套工程系统来拆解，看一看它是如何假设冲突存在，如何利用冲突运转，又是如何把撕裂变成持续更新的燃料的。如果我们能看懂这一点，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美国能跑这么久。也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后面讨论兼不兼容才有意义。好，我们先从一个工程问题开始如果一套系统天生就假设所有的参与者都会作弊、对立、互不信任，那它还能不能长期稳定运行呢？美国的答案是能。美国特有的冲动驱动的操作系统已经运行了200多年。我们来先看第一点，三权分立。很多教科书告诉我们这是为了权力制衡，为了防止独裁，为了让好人掌权。但老查先用一句话把这个事情说得很直白，三权分立的前提从来不是人是好人，而是人一定会滥权。美国这套制度从一开始就没假设执政者是高尚的，他假设的反而是相反的东西。他假设是你一旦给人权力，这个人就一定会想要更多、更多 and 更多，所以他不可能靠的是信任，而是要靠结构。如果我们把三权分立当成系统工程来看，它的逻辑其实非常简单。行政权天然就想要快，今天决定明天就要见效，最好不要有人挡路。立法权天然想要慢，多讨论，多妥协，多拉人下水，最好谁也不要一锤定音。司法权天然想要挡，你们俩都先等等，让我先看看你们有没有越界。这三种动机不是被调和的，而是被故意放在一起对冲的。从工程角度来说这是一套主动引入摩擦的设计。在美式民主里，政府效率低不是 bug 错误，而是 feature 功能。他宁愿慢也不愿意让任何一个节点跑得太快，因为一旦某个权力模块在没有阻力的情况下加速，那对整个系统来说才是真正的灾难。这里我们会发现一个很反直觉的现象，美国这套制度其实对好领导人，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老好人性格的总统其实并不友好。你哪怕动机再正当，想法再宏伟，也必须被反对、被拖延、被拆解。但他对坏领导人则有天然的抗体，因为系统默认你会作恶，所以就提前给你设好了护栏。这就是为什么从系统稳定性的角度来看，美式民主的第一目标从来不是把事情办好，而是防止把事情一次性给办砸。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冲突不是有了你就能用的，你不能指望把一群人扔进房间里去吵架，然后系统就自动运转起来了。所以美式民主真正厉害的地方不是允许冲突，而是把冲突编码成了可操作的程序。就是当冲突出现的时候，系统会自动提供一套出口。你不爽总统，有弹劾程序；你觉得法律违宪，有司法审查；你认为政府失职，有中期选举。这些东西可不是装饰品，而是冲突的制度化出口。没有这些出口，冲突就只会变成街头暴力、政变或者内战。我们来看一个真实案例在美国的历史长河当中呢，这种例子数不胜数，我们呢也没有必要多多重复。尼克松的水门事件，1972年尼克松竞选连任期间，他的手下闯入民主党总部，安装窃听器。这事曝光以后尼克松动用总统权力，试图掩盖真相，阻挠调查。换在很多国家，这种事情要么被压下去，要么就直接引发政变了。但在美国呢，
媒体持续追踪，国会启动调查，最高法院强制白宫交出录音带，众议院启动弹劾程序。最后1974年8月，尼克松在弹劾表决前自己就辞职了。整个过程没有一枪一炮，没有街头冲突，甚至没有大规模的游行。为什么？因为桌子上就有一个下台按钮，你可以恨他骂他要他下台，但你根本不需要掀桌子。但在这里肯定就会有人问一个很尖锐的问题既然美国这套系统天天在冲突，天天在撕裂，天天有人想推翻对方，那为什么他还没有彻底崩溃呢？为什么冲突没有演变成彻底内战？为什么撕裂没有导致分裂呢？答案很简单，因为这套系统提前划定了冲突的边界，什么能吵，什么不能碰，什么情况下可以打到什么程度，这些规则呢，在系统设计之初就已经被锁死了。老查呢大致猜出来有3层。第一层边界叫宪法框架不能动。美国你可以炒医保、炒税收、炒堕胎、炒移民、炒枪支，可以把这些议题撕得天翻地覆。但有一件事几乎所有人都不会去碰，就是推翻宪法本身。不是说宪法不能改宪法修正案已经有27条了，但改和推翻是两回事。修正案必须经过2/3的国会通过，加上3/4州议会批准。这个门槛让任何一次宪法修改都必须是跨党派、跨地区超级广泛的共识。所以你会发现，美国最后一次修宪是1992年，而且修的是什么呢？修的是国会议员加薪程序，这种几乎没有什么争议的技术性问题。真正有争议的东西一般是修不动的。但也正因为修不动，宪法才成为一个所有冲突的最终锚点。你再怎么撕，你都得在这个框架里面撕。第二层边界呢，就是精英利益的绑定了。这一层有人和人性相关。美国的两党可以在台面上撕得你死我活，但在台面下他们有个共同的利益底盘：私有财产权、契约精神和资本流动的自由。这些东西呢是受宪法保护的。换句话说，无论谁上台，无论政策怎么左右摇摆，有一件事是不会变的：精英阶层的核心利益不会被清算。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政治冲突再激烈，也很少触及系统性的财产重新分配。因为一旦触及这块整个精英阶层呢，无论左右都会联合起来踩刹车。这听起来好像有点不公平但从系统稳定性的角度来看呢，这恰恰是冲突不失控的关键保险。当所有玩家都知道自己的底线利益不会被动摇，他们就更愿意呢在规则内博弈，而不是去掀桌子。第三层边界呢，就是暴力垄断，这是最硬的一条红线在美国，军队是国家化的，不是党派化的。啥意思军队只听命于宪法，不听命于总统个人，更不听命于任何政党。所以你会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总统能够动用军队去镇压国会，去解散最高法院，或者去消灭反对党。不是他们不想，而是根本做不到。军方的誓言是支持和捍卫美利坚共和国宪法，可不是服从总统。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任何一个人，哪怕他赢得了选举，控制了国会，甚至掌握了行政权，只要他试图用暴力突破制度，军队就会立即站在制度那边。所以你会发现，美国政治再怎么撕裂，再怎么极化，始终有一条线没有被跨越，没有人敢真的拿起枪。当然这条红线呢，在历史上也不是没被挑战过。最极端的一次，也就是1861年的南北战争。那一次，南方各州不是在制度内反对，而是直接宣布脱离联邦。4年内战，60多万人挨死，南方彻底被打残。而战后呢，宪法第13、14、15修正案直接把奴隶制和分裂这两条路永久性的给分死了。从那之后，美国再也没有出现过真正要分家的情况，不是因为大家不想，而是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个代价没人付得起。所以我们现在回头来看为什么美式民主能在高强度冲突下长期运作，不是因为美国人更理性，不是因为美国人更聪明，而是因为这套系统呢，提前把3条红线画好了。宪法框架不能动，精英利益不能清算，暴力手段不能用。在这3条链之内，你可以尽情的撕裂、对立、反复，但一旦有人想跨过这些线，整个系统就会立刻联合起来把你踢出局。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看起来永远在崩溃的边缘，但很少真的崩溃，因为边界比共识更重要，规则比信任更可靠。现在尤其是在华文世界说起美国的政治呢，都在说撕裂，红州蓝州水火不容，左派右派势同水火，民主党共和党恨不得把对方从地球上给抹掉。于是呢，很自然就有一个判断，美国的政治已经极化到失控了，制度出问题了。但在动机系统论的拆解下，我们会发现一个非常不舒服的事实：在美式民主里，极化它并不是系统崩坏的信号，极化恰恰是它的运作方式。两党制本质干了一件非常粗暴的事，它把一个高度复杂的社会强行压缩成了一个二进制系统。它不是个连续谱，而是个开合关。它也没有灰度讨论，而是 yes 和 no。
它更不是我们慢慢协商，而是你要站在哪一边。听起来很原始，对吧？但从系统工程的角度来看，这就是个刻意的降维设计。因为当一个社会足够大、足够多元、足够意见不一的时候，你如果还指望精细共识，系统呢反而会被卡死。所以两党制的逻辑是我不解决分歧，但我先让分歧跑起来。所以你看到美国的政治更像什么？更像是一场永不结束的竞技赛。规则不是为了让你赢，规则的第一目标是你就算输了你也得认账。你可以骂对方无耻，可以觉得对方毁国，可以恨得牙痒痒的，但你不能掀桌子。在美式民主里，对立不是异常状态，而是常态输入。而两党轮替也不是道德评判，而是一种系统节律。你这一轮赢了，下一轮我来，你犯的错呢会变成我攻击你的素材，而我上台后也会被你用同样的方式盯得死死的。从这个角度上来看两党制并不是消除社会冲突，它是在做一件更冷酷的事情，把冲突制度化，让它持续可控的释放。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的政治看起来永远在吵，永远在撕，永远在对立。这里我们必须要面对一个更尖锐的问题。两党对立确实让冲突可以持续释放，但当对立演变成极化，当你输我赢变成你死我活，系统还能正常运作吗？答案是能，但会越来越吃力。我们先看几个真实的案例看看极化到底是如何拖垮效率的。案例一就是奥巴马的医改。2008年奥巴马上台，核心承诺之一是让所有美国人都能看得起病，这听起来是一个非常合理的社会政策。但在两党极化的环境下呢，它变成什么？它又变成了一个党派战争。共和党从一开始说这是政府接管医疗，这是社会主义这会摧毁美国的。注意不是说这个方案有问题，而是直接给他扣上意识形态的帽子。2010年呢，法案在国会通过，但你猜怎么着？众议院的共和党议员投票废除奥巴马的医改，投了超过70次，每一次都知道参议院不会通过，每一次都知道总统会否决，但还是要投。为什么呢？因为这已经不是在讨论政策了，而是在表演立场。我反对民主党，所以我必须反对民主党的所有东西。然而2017年特朗普上台，共和党控制国会，第一件事他就想废除奥巴马的医改，结果失败了。因为共和党内部也有分歧，而且他们发现很多红州的选民其实已经在用奥巴马的医改了，如果真的废掉，他们下次选举就完蛋。所以最后呢，法案没有被废除，但核心条款被掏空，系统呢就变成了一个半死不活的怪物，谁都不满意，但谁也推不动。这就是极化的第一个代价。政策讨论呢变成了党派表演。案例二是基础法案。美国的基础设施有多老？超过4万座桥梁都被评为结构缺陷，公路系统的拥堵成本每年高达1600亿美元。而且这两件事两党其实都同意的。特朗普当时竞选时说我们要重建美国，拜登竞选时也说我们要修桥修路。听起来这应该是最容易通过的法案了吧？那现实呢？从2021年拜登上台到基建法案通过，整整拖了10个月。因为一旦进入具体操作立刻就吵起来了。民主党说要修就得加税，向富人和企业加税；共和党说不行，加税会拖累经济，要修就削减其他开支。然后又吵，那削哪里呢？是削社会福利还是削环保预算吵来吵去，法案在国会卡了大半年。最后通过一个版本呢，是从最初的4万亿美元砍到了1万亿，而且这1万亿里真正新增的投资就只有5500亿，其他都是已经原来有的预算，重新包装了一下而已。所以大家看一件两党都同意的事情依然要拖这么久，而且最后的成果呢，只有最初设想的1/4，这就是极化的第二个代价。哪怕是共识性议题也会被拖成僵局。案例3呢，就是著名的枪支管制了。美国每年因枪支暴力死的人数超过4万，校园枪击案几乎每隔几个月就要来一次。民调显示超过60%美国人支持更严格的枪支管制。但问题是，联邦层面的枪支法律20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因为全国步枪协会也就是 NRA 是共和党最重要的金主之一，而共和党的基本盘把持枪权当成宪法不可侵犯的核心，所以每次有枪击案流程都是这样的，民主党就会推动立法，共和党在国会里否决，媒体呢吵一轮，过了几个月又有了新的枪击案，然后呢就重复上面的步骤。这就是极化的第三个代价，涉及核心选民立场的议题会被完全锁死。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了两党制确实让冲突可以持续释放，但当极化到一定程度，也会让系统陷入结构性瘫痪，就是不是某个政策推不动，而是几乎所有的政策都推不动；也不是某次选举特别撕裂，而是每次选举都撕裂；所以也不是某个议题被妖魔化，而是所有议题都被党派化。在这种情况下，系统依然在运转，但它运转的目标已经不再是解决问题了，而是在阻止对方。当对立从政策分歧变成身份战争，
当输赢不再是下次再来，而变成了你不配存在，系统呢就会从互相刹车呢进入了互相猜车。这里啊又有一个底层问题了，就是两党轮替、制度化冲突听起来都很美好，但他们呢都需要一个前提，就是所有人都要相信选举结果是真的。如果选票可以被大规模操纵，如果结果可以随意推翻，那冲突驱动啊就会变成暴力驱动。所以美式民主的真正地基不是三权分立，也不是两党制，而是如何让 3.3 亿人相信这场游戏是公平的。美国是怎么做的呢？老查呢也拆了3层。第一层呢叫分散化，让一次性作弊啊变得不可能。美国可没有什么中央选举委员会，没有一个机构可以说我宣布谁当选了。选举的组织权在各州，50个州各管各的，投票方式、计票方式、验证方式全都不一样。有的州用纸质，有的州呢用电子投票，有的州呢允许邮寄投票，有的州呢必须本人到场。这听起来很乱，对吧？但从系统角度来看呢，这恰恰是一个最大的安全阀。因为你要作弊啊，你就得在50个不同的系统里同时作弊，而且这50个系统呢还互相监督、互相验证。你在佛罗里达州作弊，宾夕法尼亚州的人会盯着你；你在加州作弊，德州的人呢又会盯着你。这种分散化的设计啊，让一次性操纵全国的选举呢，变成了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我们来看几个案例啊。2020年大选之后，特朗普团队在多个州发起了60多起诉讼，要求推翻选举结果。他们策略很明确，说宾夕法尼亚有问题，威斯康星有问题，亚利桑那有问题，佐治亚有问题，只要推翻几个关键州呢，就能改变最终的结果。但60多起诉讼几乎全部失败，因为你必须在每个州都要拿出具体的可验证的证据，证明选举过程中出现了系统性的舞弊，而不是说我觉得有问题。这就是分散化的威力。你可以质疑一个州，但你很难同时质疑50个州。你可以找到局部问题，但你很难证明整个系统被操纵。第二层呢叫程序透明化。美国的选举啊不是在密室里完成的，开票过程两党都可以派观察员，计票结果逐层公开，投票站到县到州到联邦，每一层的数据啊都可以追溯，都可以被核对。而且如果差距够小，系统会自动触发重新计票。我们再看一次案例啊，2000年的时候，布什围着格尔，佛罗里达州的结果决定了整场大选。第一次计票，布什领先1784票，自动重新计票后呢，领先537票。格尔团队要求手工重新计票，整个过程啊持续了36天，最后打到了最高法院。最高法院裁决停止重新计票，布什当选。格尔怎么做的呢？他在电视上发表演说说，我不同意最高法院的决定，但我接受这个决定。然后呢，他就公开承认败选。因为程序走完了，你可以不服气，可以觉得不公平，但你没法说你们暗箱操作，因为整个过程从头到尾都在公开进行。这就是程序透明化的意义，它不是为了让所有人满意，而是为了让所有人无话可说。第三层呢，就是输家认账机制了。我们刚才说的，这是整个系统的生死线，这一层也是最关键的。美式民主的核心不是赢家通吃，而是输家认账。为什么输家愿意认账呢？第一，刚才我们说了，程序透明，我输得明白。第二呢，下次我还能卷土重来，我也不用着急掀桌子。第三呢，我的核心利益、财产、自由、生命不会被清算。这3条啊，缺一不可。如果程序不透明，输家会说你们作弊，下次没机会了，输家会拼死一搏。如果输了以后还要被清算，那输家一定会当场掀桌子。所以我们会发现啊，美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总统大选，输家最后都会公开认输，哪怕输得很难看，哪怕差距很小，最后都会说一句我祝福我的对手。这不是道德高尚啊，这是制度设计。系统告诉你，你今天输了，4年后还能再来，你不需要掀桌子，因为桌子永远在那里摆着。当然这套系统呢，现在也在面临挑战啊。我们可以看到2个很明显的信号。信号1是选举否认主义抬头。2020年大选之后，特朗普拒绝承认败选，他甚至在推特上反复宣称选举被偷走了。结果呢，他的支持者相信了这个叙事。民调显示超过70%的共和党选民认为2020年大选存在严重舞弊，这是对输家认账机制的直接冲击啊！当输家开始不认账，冲突呢就没法被制度化，他只能走向街头，走向暴力。2021年1月6日，特朗普的支持者真的冲击了国会大厦，试图阻止选举结果的认证。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有大规模群众试图用暴力手段推翻选举结果。虽然最后失败了，但这个信号已经出现了。当越来越多的人不再相信选举本身的合法性，整个冲突驱动系统的地基就在松动。信号2呢，是投票权争夺战。共和党控制的州正在收紧投票资格，要求出示 ID， 缩短提前投票时间，限制邮寄投票。他们说啊，这是为了选举安全。而民主党控制的州呢，正在扩大投票便利，自动选民注册，延长提前投票时间，放宽邮寄投票限制。他们说呢，这是为了提高参选率。但实际上啊，双方都在质疑对方操纵选举。
共和党说民主党你是在用非法移民投票，民主党说呢共和党在压制少数族裔投票。当双方都开始质疑选举的合法性啊，整个系统的基础呢就在动摇了。所以现在我们要明白啊，美式民主能在高强度冲突下长期运作，不是因为美国人更理性，不是因为美国人更文明，而是因为这套系统呢提前把选举可信度这件事锁进了3层设计里面。而当越来越多的人不再相信规则本身的时候，系统呢就会失去制动能力。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后面在讨论兼容性的时候，必须要回答一个问题：如果一个社会本来就缺乏输家认账的文化，这时候如果还要再硬装一套冲突驱动型的民主系统，结果会是什么？说到这里啊，可能很多朋友心里会冒出一个疑问：就算我们承认三权分立是互相刹车，两党制在制度化对立，那美国的社会为什么还能不断的变化呢？这个答案啊，既不在国会，也不在白宫，而是在媒体。没错啊，在民主社会里，习惯把媒体理解成监督者，就是看门狗、揭黑幕、替人民发声。但如果我们从系统角度来看呢，我们会发现啊，这只是媒体的表层叙事。在美式民主里，媒体真正扮演的角色不是裁判，而是事故制造者。他不停地做一件事情，放大冲突，制造议题，把原本可以被内部消化的小问题硬生生的给你抬到全国舞台。就是揭露的案子越大，记者或者发起人就越觉得光荣。这是把人性和系统性啊结合到了一定高度的极佳配合。但这里呢就有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媒体凭什么敢制造事故？凭什么敢揭露政府的黑料？凭什么敢骂总统、质疑国会，甚至把整个体制拖到聚光灯下？如果媒体随时会被查水表，随时会被依法处理，那他还敢做这些事情吗？答案当然是不敢了。所以美式民主的媒体啊，之所以能扮演事故制造者的角色，不是因为记者更勇敢，而是因为制度给了他们3层保护伞。第一层呢叫做宪法第一修正案。美国的宪法第一修正案只有45个英文单词，但它是整个新闻自由的基石。国会不得制定法律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就是政府不能因为你批评他就把你抓起来。这听起来很简单啊，但在现实操作中呢，它意味着媒体可以骂总统是骗子，可以说国会议员腐败，可以质疑军方的决策，可以揭露政府的丑闻，而政府呢不能用诽谤、煽动这些罪名呢直接把媒体给关掉。当然啊，这不意味着媒体你就可以随便造谣。如果你捏造事实，被报道的人可以民事起诉你，要求赔偿。但关键是啊，起诉的门槛非常高。1964年有个经典的案例，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当时纽约时报刊登了一则广告，批评阿拉巴马州的警察局局长沙利文，说他在民权运动中暴力执法。沙利文呢就起诉了纽约时报诽谤，最后官司打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怎么判呢？纽约时报胜诉，理由是公共人物要起诉媒体诽谤，必须证明媒体明知是假的还故意发布，或者极度不负责任。这个门槛啊高到几乎不可能跨越。自从那以后，美国媒体对公共人物的批评基本上可以说是火力全开了。我们再看看当时的水门事件。1972年呢，华盛顿邮报的2个年轻记者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开始追踪水门事件。一开始呢，只是一起普通的入室盗窃案，但他们越挖越深，发现背后牵扯到白宫、FBI、司法部，甚至总统本人。尼克松政府怎么反应的？威胁、施压，让 FBI 调查记者，让司法部调查华盛顿邮报的税务问题，甚至威胁吊销华盛顿邮报旗下的电视台的执照。但华盛顿邮报顶住了，他们继续报道，持续2年，最终逼得尼克松辞职。这个案子之后啊，新闻监督在美国变成了一种政治正确，就是政府如果你试图打压媒体，反而会被认为心虚独裁，而媒体揭露政府的丑闻，不仅不会被追责，反而会被认为是英雄守门人。所以大家看啊，水门事件之后，几乎每一个作者都想成为下一个沃德伍德，几乎每个媒体都想挖出下一个水门。这不是道德高尚，这是制度的激励。系统告诉你，你应该去揭政府的黑料，你不会有事，你反而会出名，会获奖，会载入史册。美国没有中央电视台，没有人民日报，没有一个可以代表官方立场的媒体。媒体呢是高度分散的，全国性的有 CNN、Fox、NBC、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地方性的有几千家报纸、电台、电视台，网络上还有无数的独立媒体、自媒体。而这些媒体呢互相还竞争， CNN 接一个料， Fox 立即跟进，纽约时报马上挖坑，地方媒体也不甘落后。这种竞争机制啊，让任何一个政府都不可能收买所有媒体。你可以收买1家，但你收买不了1000家；你可以打压1个记者，但你打压不了1万个记者。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政府的丑闻很难被长期掩盖，因为只要有1家媒体捅出来了，其他媒体就会疯狂跟进，把这个议题炒到全国都知道。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美国媒体之所以能当事故制造者，不是因为他们的记者天生勇敢，而是因为制度给了他们3层保护。宪法保护言论自由，
判例确立新闻监督的合法性，分散化的媒体生态让政府无法一网打尽。没有这3层啊，媒体根本不敢制造事故。有了这3层呢，媒体才能把压力测试变成一种常态化的制度功能。但凡事也是有代价的。当媒体拥有如此强大的保护，当事故制造变成一种制度功能，一个新的问题就出现了：媒体会不会失控呢？答案呢是会的，而且正在发生。我们可以看到2个明显的信号。信号1呢是媒体的极化，从监督到站队。以前的美国媒体至少还会装作客观中立，但现在啊 Fox News 呢几乎成了共和党的喉舌， MSNBC、CNN 基本上是民主党的传声筒。你打开 Fox 看到的都是拜登老年痴呆，民主党摧毁美国；你打开 CNN 看到的都是特朗普是独裁，共和党背叛民主。同一件事情在2个频道的报道可以完全相反。而且更可怕的是，观众也开始自我隔离，共和党选民只看 Fox， 民主党选民只看 CNN， 各自躲进自己的信息茧房里面。信号2呢就是假新闻的泛滥，算法放大谎言。社交媒体时代传播速度快到可怕，一条假新闻啊可以在几小时内传遍全国。而且研究显示啊，假新闻的传播速度是真新闻的6倍。为什么呢？因为假新闻更刺激、更情绪化、更符合人们的立场偏见。算法可不管真假，只管点击率。说到这个啊，我们在 YouTube 是深有体会啊。所以你会看到2016年大选期间 Facebook 上疯传说教皇支持特朗普，希拉里出售武器给恐怖组织，这完全都是假的，但传播量呢超过了主流媒体的真实报道。2020年大选，选举被偷走的谣言啊，在推特上转发了几百万次，而辟谣的帖子呢只有几万次的转发。这就是第2个代价。当制造事故的门槛降到0，真相和谎言啊就会同时泛滥。那很多朋友啊就会说，那就该管啊，政府就应该出手啊，打击假新闻，整顿媒体。这里呢就出现了一个经典的悖论啊，一旦你给了政府管媒体的权利，他就会用这个权利啊去打压所有他不喜欢的声音。你说要打击假新闻，但谁来定义什么是假呢？你说要整顿极化的媒体，但谁来定义什么是极化呢？历史反复证明啊，清理假新闻的权利最终都会变成清理意见的工具。所以美国到现在依然没有任何政府机构可以直接管媒体的内容，这是制度选择的结果。宁愿容忍媒体的泛滥、极化、失控，也不愿意让政府有管媒体的权利，因为后者的风险啊比前者大得多。所以现在我们应该明白了，媒体在美式民主里确实是持续破坏表面秩序、逼系统更新底层规则的引擎，但它也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让问题无法被长期掩盖，逼系统不断自我修正；另一方面呢，它也在放大撕裂、制造焦虑，甚至加速极化。而这个悖论啊，美国到今天都没有解决。也许这本来就不是一个可以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必须持续承受的代价。到这里啊，老查的拆解呢，我们必须要踩一脚刹车啊。因为如果大家只看到前面这些模块、冲突、极化、媒体制造事故，很容易得出一个危险的结论。那是不是谁都可以照着这套系统来一遍？答案肯定是不行啊。制度能不能跑，从来不看设计，还要靠道路的条件。我们还是要研究一下忽略的变量啊。第一个呢，就是地理安全。美国建国以后，东边是大西洋，西边是太平洋，北边是加拿大，南边是相对弱小的墨西哥。这意味着美国内部可以长期承受高强度的政治冲突，而不用担心哪一天我内部吵架，外部力量立刻趁虚而入，把我给解放了。你可以在国会吵到天翻地覆，可以在街头游行示威撕裂，但国家本身的生存很少因此会进入倒计时。对比一下，如果你把同样的强度的内耗放在一个四面高压、边界复杂、历史创伤密集的地区，系统的承受能力啊会完全不一样的。这不是制度对错的问题，这是抗震等级的不同。第二个对比呢更关键，就是建国的起点。美国不是在一个已经运行了1000多年或者2000多年的官僚体系上去改良民族，它几乎是一个从零开始，在一张白纸上设计的国家。没有世袭的官僚阶层，没有根深蒂固的中央集权传统，没有皇权士大夫地方的千年博弈，这让权力天然是分散出生的，而不是被迫拆分的。而历史上很多国家呢恰恰相反，他们面对的不是如何防止权力集中，而是如何在权力早已高度集中的情况下再引入公开冲突。这两件事难度完全不同。再加上第三个条件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美国还是个移民社会。美国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追求文化一致性的国家，语言、宗教、习俗、价值观本来就杂乱，这反而降低了一个要求，它不需要什么全国共识，它只需要一个最低规则共识。只要规则还在，大家你可以互相讨厌，但还能继续生活。这对冲突驱动型的系统来说是一个极其友好的环境。现在这里呢，老查呢必须做一件事情，把这三个条件拿去做个对比，看看如果没有这些条件，同样的制度设计会发生什么。对比的第一个
就是没有白纸起点俄罗斯的例子。有很多朋友们可能不知道啊，俄罗斯在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也试图建立民主制度的。它有宪法，有议会，有多党制，有新闻自由，全部都有。但为什么没跑起来呢？因为俄罗斯它就不是在白纸上建国，它是在一个千年帝国的废墟上试图建立民主。啥叫帝国废墟啊？就是强大的官僚体系依然存在，军队情报机构依然有巨大的影响力，地方寡头前苏联的精英依然控制资源，民众的政治文化呢依然是强人崇拜。在这种情况下，你去搞三权分立、议会制衡，会发现总统和议会天天打架，政府效率低到可怕，经济崩溃，治安失控，车臣战争呢还打不赢。老百姓这时候怎么想？他们不会觉得这是民主在运作，他们只会觉得这是乱糟糟的，我们需要秩序。所以2000年普京上台之后啊，第一件事做什么？就是收权，控制媒体，打压寡头，削弱议会，强化总统权力，民主制度呢一点点被掏空。但你猜怎么着？普京的支持率一度超过 80%， 因为对很多俄罗斯人来说，稳定比民主更重要。这可不是道德批判啊，这是历史路径的依赖。一个在帝国传统里生活了1000年的社会，你让它突然变成冲突驱动的系统，它的第一反应不是太好了，而是太乱了。第二个对比呢，是如果没有地理安全，法国的例子。法国也是个民主国家，也有三权分立、议会制度、新闻自由，但法国的历史啊跟美国完全不同。法国在欧洲大陆中心，东边是德国，南边是意大利和西班牙，北边是英国，隔海相望，四面都是强敌。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法国内部一旦出现高强度的政治冲突，外部力量可以随时趁虚而入。所以我们看看法国的历史啊，1789年大革命之后，没几年就被拿破仑给政变了，又变成了帝国。1870年普法战争，法国输了，整个政体啊差点崩溃。二战期间，法国直接被德国占领，政府流亡。所以我们看啊，法国不是没有民主制度，但它的制度呢必须时刻考虑外部威胁，一旦内耗过度，国家呢就会面临生存危机。所以至今法国的政治文化永远有一种危机感在里面。议会可以吵，但吵到一定程度啊，必须就要有人快速拍板，否则国家就会被外敌吃掉。这就是为什么法国虽然是民主国家，但它的总统权力比美国大多了。法国的总统可以解散议会，可以直接颁布法令，可以绕过国会启动全民公投，这在美国是不可想象的。但在法国呢，这是生存必须，因为法国没有美国那种地理安全，它承受不起长期的内耗。第三个对比就比较有趣了，没有移民的社会，日本的例子。日本的民主方式啊，老查呢会在另外的节目里面仔细去聊。这里呢，我们只是举个例子。日本是二战后被美国植入的民主，宪法、三权分立、议会制度全都是美军占领期间设计的。但日本的民主呢，跟美国非常不同，因为日本是一个高度同质化的社会，单一民族、单一语言，千年的武士道文化传统。这种社会对公开冲突有天然的排斥。日本的政治文化强调的是和，不是争，也就是调和，而不是对抗。所以大家会发现啊，日本虽然有议会、有选举、有多党制，但实际运作中呢，自民党长期执政，几乎没有真正的政党轮替，重大决策更多是在内部协商中完成的，而不是在议会公开辩论。媒体虽然自由，但自我审查非常严重。这不是说日本的民主是假的，而是说同样的制度在不同的文化土壤里会长成不同的样子。日本的民主是一种低冲突、高协商的民主，而不是美国那种高冲突、制度化释放的民主。所以现在我们看到了，道路条件不是一个抽象的说法，而是3个非常具体的变量。地理安全，你有没有足够的外部缓冲来承受内部的冲突？建国起点，你是白纸上建国，还是在旧帝国的废墟上改革？社会结构，你的社会能不能接受公开冲突作为常态？如果这3个条件都不具备，你硬要去装一套冲突驱动的民主系统，结果要么是系统根本跑不起来，要么呢是变形或者直接崩溃。系统崩溃啊，是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民主实验的结局。这不是制度好坏的问题啊，这是兼容性的问题。就像你不能把一个赛车引擎装进一个拖拉机里面，然后抱怨说，哎，这引擎不行嘛。问题不在引擎，问题在你的底盘根本就不匹配。所以现在我们回头看看前面的3大模块啊，三权分立、两党极化、媒体事故制造，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他们之所以在美国没有直接把系统给撕碎，不是因为设计者更聪明，而是因为这台车行驶在一条允许剧烈颠簸的路上。讲到这里啊，我们其实已经可以把美国这2个字啊先放到一边了，因为真正重要的已经不管他是谁，而是他怎么跑。如果我们把刚才拆出来这些模块抽掉国民、历史、意识形态，只留下结构，你会看到一套非常清晰的系统轮廓。这套系统有几个非常鲜明的特征，它不是试图消除冲突，而是持续制造冲突，但同时又花了极大力气把冲突呢限制在了制度之内。它允许失败，允许反复，允许今天做错明天推翻，但它不允许一次性把所有筹码都压光。
所以你会发现这套系统追求的从来不是最优解，它追求的呢是可纠错，它不是靠信任运转的，也不是靠共识维持的，而是靠不断的暴露问题，打断进程，修修补补。这听起来好像很消极，对吧？但对一个体量巨大、利益高度分化、长期处在竞争环境里的社会来说，防止系统性崩溃本身呢就是最大的建设。所以老查在第0章里我们就说我们不要讨论这套系统好不好，而在于我们有没有这样的道路条件去承受它所必然带来的震动、摩擦和撕裂。如果一个社会本身就极度厌恶公开冲突，高度依赖默契、体面和非正式协调，那强行引入这套系统带来的可能不是更新，而是持续的失序。而反过来，如果一个社会已经习惯把矛盾摊在桌面上，习惯用规则而不是关系解决问题，那这种系统反而会如鱼得水。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讨论民主或者其他制度的时候容易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把制度当成了一个答案，而忽略了一个根本问题：道路的路床都不一样，那怎么会有同一条道路呢？讨论到这里老查呢想停一下，专门拆解一个非常常见也非常顽固的误解。这个误解并不属于某一个人，也不属于某一种立场，它广泛存在于各种反美、反民主、反制度神话的讨论里。大家一定听过，大概意思是说呢，美国其实并不是什么终极正确的制度。你看，他拿走了全球产业链里利润最大的一段，然后呢进行全球的意识形态输出，但没有给大多数国家输出足够的技术和资本。很多国家照着美国的路走都失败了，真正被美国体系托举起来的只有极少数的几个冷战前线的国家。而今天的美国呢，霸权又正在衰退，没有关系也在松动，甚至可能走向更激烈的对抗，迟早会没落，等着被解放吧。看完今天的节目呢，想必朋友们也有了更多的了解。除了说尝试的这些国家自身的情况以外，老查也想说这些现象本身并不假，他们是真实存在的历史经验，也是很多人对美国保持警惕甚至反感的现实来源。这些观察本身毫无问题，但这些观察被用错了地方。这种批判听起来很解气很清醒，但他犯了一个致命错误，把3个完全不同层级的问题混成了一个判断。老查呢把这3个层级给彻底分开。第一层是制度如何运作，也就是说一套规则在高度冲突、权力博弈、失败反复的环境下能不能长期运行，不断纠错，避免整体失控。第二层呢是国家如何博弈，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如何利用自己的制度、资本、技术和地缘位置呢，在国际体系中为自身争取最大的利益。第三层呢是大国如何利用它的优势，也就是说一个大国它选择合作、交换、榨取，还是封锁、塑形、强行设定秩序，这3层之间当然有关联，毕竟呢它都是系统性的输出和展示，但我们不能说它们是一回事。一个制度能不能跑和一个国家会不会仁慈是2件完全不同的事情。老查再重复一遍一个制度能不能跑和一个国家会不会仁慈是2件完全不同的事。上面那些看起来很清醒的判断其实并不是看懂的制度，而是对地缘政治失望之后呢，把情绪反过来投射到制度本身。但制度分析从来回答的都不是你跟着我会不会成功，他真正回答的是我自己，我是怎么样避免系统性崩溃的。而这才是我们这一整集在讨论的东西。我们没有必要替任何国家去辩解，也没有这个资格为任何制度去背书。我们只是在做一件很多讨论里长期缺席的事，把制度、博弈和道德批判重新放回各自该在的轨道上。当我们把分析对象的层级放对之后，这些很多看起来好像逻辑严密、情绪饱满，甚至非常有说服力的结论会自动失去他们原本的解释力。他们的情绪再到位，但他们回答的从根本上来看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走到这里我们其实已经可以给这一集画上一条非常清晰的经线了。美制民主本质上不是一套追求共识、信任或者和谐的制度，它是一套用冲突换纠错，用撕裂换更新，让最坏的情况始终可预测的系统。它默认人会争、会抢、会犯错，于是呢，提前把这些行为都锁进规则里，变成可以被打断、被修正、被替换的过程。这套设计在美国的道路条件下确实跑了很久，但问题从来不在于它行不行，真正的问题是，如果一个文明本能的厌恶公开冲突，更依赖体面、协商和默契来运作，它装得下这套系统吗？如果你把同一套冲突驱动的操作系统装进一辆不允许剧烈震动的车里，结果会是什么呢？这个问题我们下一集来拆解。下一集呢，我们就会去看一套几乎走在完全相反方向的设计——英式民主，一套建立在绅士协商之上的制度。它如何把绅士协商变成了制度运作的燃料？当不讲体面的人出现，整个系统又是如何崩解的？我是查尔斯老查，一个研究和 AI 共生的中年工程师。欢迎订阅《摸石过河》，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